我正在偷东西时，房主突然回家，情急之下，我躲到了床底。一男一女刚进门就开始亲热。宝贝，想死你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快让我亲一口。衣服扔得满地都是，震耳欲聋的喘息声吓得躲在床下的我瑟瑟发抖，浑身冒汗，鼻子里还闻到一股像是烂肉般的恶臭。我特么怎么这么倒霉，偷个东西居然遇上这事。就在我还在想该如何逃跑时，床上的女人突然说话了。亲爱的，床下的那个人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但我说，直接拿刀剁碎，越碎越好，然后找个行李箱装起来，方便扔。天太热，不能拖太久。我心头一震，浑身的血液一瞬间冻成了冰碴子，从头凉到了脚，冷汗大颗大颗的往外冒。完犊子了，被发现了！可他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的？我的潜行技术什么时候差到这个地步了？当过小偷的都知道，一旦被抓，就算不被剁成碎片，也会被打个半死。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后背，我连呼吸都停住了，心脏狂跳的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此时，男人又说话了：急什么？一个死人而已，他还能长腿跑了不成？再说了，碎了就没用了，完整的才有用。死人！我脑子嗡的一声，像是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。我猛地扭头，这才发现，原来那股烂肉般的恶臭来自身边那个被床单裹得像个粽子的玩意儿。我操！我居然和一具尸体躺在一起了！天杀的，这都是啥事啊？要了我的亲命了！我干脆直接冲出去和他们摊牌算了。我只是个小偷，他们可是杀人犯。就在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，女人再次开口：对，瞧我这脑子，差点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。那笔500万的保险，我已经找人办妥了，后天就把他连人带车推下山崖，伪造成意外坠崖。要是碎了，法医那边就不好交代了。是呀，为了500万，咱就再忍2天，2天后拿到钱我就带你出国，远走高飞，再也不回来了。陈浩，你少跟我花言巧语，要不是你私吞你哥公司的钱，窟窿越来越大，我能这样害你哥吗？赶紧把你哥那破公司处理了，说不定还能卖点钱。听到这里，瞬间打消了我想要冲出去的想法。这一男一女2个人杀人不眨眼，我要冲出去必死无疑。躺在床上的男人叫陈浩，那躺在我身边这具发臭的尸体又叫啥？陈浩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到底听没听见我说的话没？听见了，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我的好大嫂，别忘了，现在我是陈明，躺在床下的尸体才是陈浩。对，从你那好哥哥断气的那一刻起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陈浩了，就让他在床底再躺2天吧，明天一定把你哥的公司卖了，越快越好。我操！我特么只是想来偷点东西，找点零花钱，怎么就撞上了这离谱的杀人现场？双胞胎弟弟杀了哥哥，不仅要冒名顶替，侵占家产，还要和大嫂合伙骗保，这特么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信息量太大，我的大脑已经彻底宕机，我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跑，立刻，马上离开这个人间地狱！你们2个狗男女，快滚啊！老子不想听你们的杀人骗保计划，老子只想活命，赶紧滚啊！可能是极度的恐惧，让我的肌肉失去了控制，我的小腿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，膝盖轻轻撞在了木质床架上，嘎吱一声，整个房间的空气瞬间凝固，床上的对话戛然而止。什么声音？窗户被风吹的吧？别大惊小怪的，咱继续。不对，这声音是从床底下传来的，下去看看。宝贝，别疑神疑鬼的，床下除了我哥的尸体，啥也没有，别多想，除非……对，是他，一定是他，还没死透，我就知道，叫你加大剂量，多放点药，你偏不，你放的那点药根本没用，这个混蛋命硬得很。说完，女人疯了一样从床上跳了下来，转身想去厨房拿刀，突然一记耳光重重地打在她的脸上。如烟，你冷静点，我已经确认过了，他的呼吸和脉搏都没有了，我才放床底的，而且我还用3层塑料袋和床单把他裹得严严实实，像个大粽子，他怎么可能还没死透？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把他拖出来，一看究竟，必须再补几刀。我听到一阵找东西的声音，接着是金属碰撞的脆响。透过床单的缝隙，我看到一个女人手里提着一把闪着寒光的菜刀，她的脸因为极度的激动而扭曲，双眼赤红，朝我走来。你疯了！别节外生枝。你见过谁车祸身亡，身上会有刀伤的？不能见血，而且家里一旦有了血迹，哪怕处理的再干净，也会被查验出来。到时候我们不但1分钱都拿不到，还要去吃枪子，你明白吗？你滚开！你办事不牢靠，我不亲眼看着他真的死透，我睡不着觉。脚步声逐渐向床边靠近，柳如烟那张狰狞的脸庞在我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。她弯下腰，手中的菜刀闪烁着死亡的光芒，她准备掀开床单。我今天必须看看你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，为
为什么命这么阴？我的大脑完全一片空白，死亡的阴影像一张巨网，将我牢牢罩住。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浓烈的香水味，混合着床下尸体的腐臭味，形成了一种绝望的味道。菜刀的尖端已经对准了床底的我。那把闪着寒光的菜刀离我的眼睛只有不到10公分，死亡的气息混杂着女人的香水和尸体的腐臭，像水泥一样灌满了我的口鼻。完了，我这小命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求生的本能让我爆发出最后的力气，我猛地向旁边一滚，撞开床单，狼狈地从床底滚了出来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床下？女人发出一声尖叫，恐惧万分，那张扭曲的脸涨得通红，举起菜刀，想都没想就朝我砍来。住手，别闹了！千钧一发之际，男人一把将她高举的胳膊死死抓住。你放开我，陈明，你个废物！家里什么时候进贼了你都不知道。我连滚带爬地缩到墙角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眼睁睁看着那把菜刀在离我头顶几厘米的地方疯狂挥舞。我就是个小偷，我啥也没看见，啥也没听见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像一道惊雷，骤然炸响在死寂的客厅里。沈星和陈明都愣住了，挣扎的动作也停了下来。谁的电话？你的。柳如烟怒骂一声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满脸不耐烦地按下接听键。谁啊？有屁快放！柳如烟怒骂一声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满脸不耐烦地按下接听键。谁啊？有屁快放！我说这位大姐，你那辆红色保时捷还要不要了？堵在消防通道半小时了，赶紧给老子下来挪走！挪你妈！你才是大姐，你全家都是大姐。老娘现在有事。我操！老子真想锤死你！我告诉你，给你1分钟，再不下来挪车，老子直接叫人给你车砸了！说到做到。电话被狠狠挂断，沈星气得浑身发抖，胸口剧烈起伏。王八蛋，一群看门狗也敢威胁我！行了，别骂了，赶紧去挪车，那辆车不能有事，后天还要用它送我哥上路呢。柳如烟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。你给我看好他，找根绳子把他捆结实了，等我回来，看我怎么弄死他。要是让他跑了，我连你1块多了。说完，他把菜刀往地上一扔，发出哐当一声巨响，踩着高跟鞋冲出了门。屋子里瞬间只剩下我和那个叫陈明的男人，还有床底下那具正在腐烂的尸体，名叫陈浩。陈明眼神平静地看着我，问道：“想活命吗？想，当然想了。想活命吗？想，当然想了。很好，他回来之后肯定会不计一切代价弄死你，而我可以让你活命。”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。我真的只是个小偷，我看你家开的都是上百万的豪车，肯定非常有钱，就想进来顺点东西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。小偷是吧？我不管你听到了什么，你给我记住，待会儿他回来看我的眼色行事，你能不能活命，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。话音刚落，门锁处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女人回来了。她一进门，眼中杀意再起，转身就去拿桌上的菜刀。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想起了陈明的话，用尽全身力气嘶吼起来：“大姐饶命啊！我只是个小偷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！”闭嘴！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他举起菜刀，再次朝我走来。我闭上眼睛，绝望地等待死亡降临。等一下，陈明再次拦在了他的面前，但这次他没有动手，只是语气平静地开口：“杀了他，血溅的到处都是，警察来了怎么解释？尸体也没法处理，万一被发现，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。”那你说怎么办？留着他过年吗？他听到了我们所有的计划。陈明目光锐利如鹰，直视着我的眼睛。小偷是吧？那你一定很会开锁，也很会躲摄像头了啊！小偷是吧？那你一定很会开锁，也很会躲摄像头了啊！我愣住了，脑子一时没转过来。这栋楼的监控，还有小区的监控，你是怎么避开的？还有我这扇价值3万块的智能门锁，你是怎么打开的？说来听听。我瞬间明白了，他这是在给我递活路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我没走正门，我是顺着外墙的管道爬进来的。这里的监控布局我早就摸透了，有3个致命的死角。至于门锁，这种电子锁对我来说就是个玩具，给我根回形针，10秒钟就能打开，而且保证不留任何痕迹。我说的又快又急，像一个拼命展示自己所有货物的小贩，生怕客人下一秒就转身离开。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他必须死！闭嘴！你这个蠢女人，你难道没想过吗？我们伪造车祸现场，警察去查沿途监控怎么办？还有要卖掉我哥的公司，就必须打开他的保险柜，重要的资料都在里面。这些我们都不专业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专业人士。男人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像是在审视一件工具。女人愣住了，握着菜刀的手也缓缓垂了下来，眼神里闪烁着贪婪与算计。对，我能做到，我什么都能做到，只要你们不杀我。我发誓，今天的事情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。就在我以为女人不会再杀我时，女人突然表情惊恐，瞳孔收缩，目光死死凝视着男人右手虎口处的那道伤疤。她一把推开了男人，手里的菜刀瞬间挥舞到男人的胸前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个混蛋，你不是陈明，你是陈浩。”啊，他是陈浩？那床下的尸体到底是谁？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像是被一颗炸弹当场引爆。眼前这个男人是陈浩，床
床底下躺着的到底是谁？柳如烟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滚！你以为贴块假伤疤我就认不出你了吗？你弟弟虎口那道疤是小时候被狗咬的，形状是月牙状，而你这伤痕明显是直的。女人的声音尖利刺耳，像一把淬了毒的锥子，狠狠扎进我的耳膜。我惊恐地看向那个男人，只见他脸上的平静瞬间皲裂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闪而逝的惊慌。柳如烟，你疯了！别疑神疑鬼了！你看清楚了，我就是弟弟陈浩，哥哥陈明已经死了。你还装？我和你哥结婚5年，天天都生活在一起，这伤痕我还认不出来吗？女人发疯般的歇斯底里的嘶吼起来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弟弟陈浩懦弱谨慎，连杀之计都手抖，他怎么可能有胆子杀人，还提出制造意外骗保的主意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。女人的大脑在飞速运转，无数个被忽略的细节，此刻像电影快放一样，在她脑海里疯狂闪现。刚刚进门，我就发现你不对劲。女人的大脑在飞速运转，无数个被忽略的细节，此刻像电影快放一样，在她脑海里疯狂闪现。刚刚进门，我就发现你不对劲。进门的时候，第一眼你根本没看我，而是扫了一眼床底。那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贼了吧？她指着缩在墙角的我，继续说道。然后当我发现他时，你故意留着他不杀，说是要利用他处理监控，其实是想留个证人，对不对？你想把杀人的罪名全都推到我头上，你好狠毒的心啊！陈浩，我可是你老婆。够了，你这个被贪婪冲昏了头的蠢女人！我哥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连你一起给解决了？男人的眼神变得无比阴狠，像一条潜伏在暗处的毒蛇，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。但他越是这样，柳如烟眼中的怀疑就越是笃。你杀，你动手啊！你杀了我，500万的保险金就全是你一个人的了，这才是你的最终目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，我亲爱的好丈夫？话音未落，他整个人如同疯了一般，举着菜刀朝着男人扑了上去。我的妈呀，又来！这一次，男人没有丝毫留情，大手一挥，精准地抓住柳如烟握刀的手腕，用力一拧。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女人吃痛松手，那把菜刀哐当一声，不偏不倚地掉在了我的脚边。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精准地抓住柳如烟握刀的手腕，用力一拧。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那把菜刀哐当一声，不偏不倚地掉在了我的脚边。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所有的恐惧。我一把抓起了地上的菜刀，刀在手，我就是爷。刚才还抖如筛糠的我，此刻腰杆瞬间挺直了。都别动，谁再动一下，我就砍死谁！让我走，我就答应你们。出了这个门，我啥也不知道。小兄弟，大哥，你别冲动，你不能走，你都看见了，人是他杀的，和我无关，你要给我作证。女人倒下后，身体正好抵住了唯一能逃离现场的大门，要想离开，就必须先解决掉他。此时，女人继续说道：小子，你都听到了，是陈浩杀了他哥哥陈明，然后伪装成他哥哥陈明，设计骗保，最后还想把这一切嫁祸给我，你帮我制服他，等警察来了，你就是证人。不，你不用当证人，只要你什么都不说，就承认你只是个小偷，啥也不知道。500万到手，我分你250万。蠢货，漂亮女人的话不能信。男人眼神轻蔑地看着我，他顿了顿，像魔鬼一样循循善诱。放下刀，帮我把她绑起来。事情了结之后，我给你300万，再给你一张去国外的机票，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你好好想想，到底听谁的？你好好想想，到底听谁的？我的心跳得像打鼓，一个250万，一个300万加远走高飞，这些数字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。这对狗男女，一个疯狂，一个阴险，听谁的估计到最后都难逃一死。我握着刀，手心全是冷汗。帮女人，万一这个男人真是陈明，我就是帮凶；帮这个男人，万一他真是杀人凶手陈浩，那我就是助纣为虐，也死路一条。不，我谁也不帮，我只是个小偷，我罪不至死，我只想活命。一个疯狂的念头涌上心头，我猛地从口袋里掏出我的破手机，另一只手依旧死死握着菜刀，对准他们。都别过来，我报警，让警察来判断你们谁说的是真的。在他们俩惊愕的目光中，我颤抖着按下了3个数字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我用尽全身力气吼道：喂，我要报警，这里有命案，你们快来人啊！报完地址，我挂断电话，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，而那对男女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眼角余光无意中扫过男人虎口的那道伤疤。你手上的伤疤怎么不见了？也就在这一瞬间，一个微弱、沙哑，仿佛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声音，悠悠地从床底下响起：宝贝，救我，快救我，宝贝，我是陈明。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床底下那个被裹成粽子、散发着腐烂气息的尸体，他难道还活着吗？谁还活着？柳如烟吓得魂飞魄散，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，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弹了起来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直冷静的像个魔鬼的男人，此刻脸上终于血色尽退，他眼中的惊骇比见了鬼还要恐怖1万倍。他踉跄着后退一步，难以置信的死死盯着床底。那个微弱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是我是陈明，快救我！柳如烟猛地扭过头，然后又疯了一样扑向床底，一把将那个大粽子拖了出来。
陈明，真的是你吗？陈明，他跪在地上，双手颤抖着，随着布料被扯开，一股更浓烈的恶臭混合着药水味扑面而来，然后一张和身边男人一模一样却毫无血色、嘴唇干裂的脸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他还没死，他真的还活着。陈明，真的是你。柳如烟一把抓住那只伸出来的手，一道清晰的月牙形的伤疤赫然出现在虎口位置。这个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，才是弟弟陈明。陈浩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为了算计我，你连你亲弟弟都害。女人崩溃的哭喊声响彻整个房间，她终于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。你为了算计我，你连你亲弟弟都害。她终于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，从头到尾，这就是一个局。闭嘴，你这个人！此时，陈浩表情淡定镇定地站在那里，一言不发，似乎他早就知道了一切。开门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房门被一脚踹开，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冲了进来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们每一个人。不许动，把刀放下！我哐当一声，手里的菜刀应声落地，整个人瘫软在了地上。得救了，我他妈终于得救了。姓名林远，职业我是个小偷，没有职业。算你老实，把你看到的、听到的一字不漏全部说出来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将那地狱般的几个小时原本地讲述了一遍。与此同时，另一间审讯室，沈星和陈浩也在接受询问。我冤枉啊，警察同志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陈浩，都是他逼我的。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和陈明合谋的证据，是你们先动了杀心。他胡说。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和陈明合谋的证据，是你们先动了杀心。他胡说，凭什么要我和他离婚？凭什么要我净身出户？我嫁给他5年，我为这个家付出了我的青春。他弟弟陈明是爱我的，我们是真心相爱，我们只是想拿到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所以你们就要杀人？是陈浩，他太狠了，他就是个魔鬼，他竟然伪装成陈明来骗我。陈浩，别装了，经过 DNA 比对，你确实是哥哥陈浩。说说吧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错，我是陈浩，我没死，差一点死的是我弟弟陈明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如果你的老婆联合你的亲弟弟要置你于死地，你会怎么做？陈浩的声音很平静，却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。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柳如烟，结婚后她辞了工作，每天就是逛街、美容、买奢侈品。我以为她只是虚荣，我惯着她，毕竟我赚的钱足够多，也能养得起她。我很爱她。既然爱她，为什么又要害她？可后来她迷上了炒股，一夜之间亏了700多万，还是挪用的我公司账上的钱。我让她收手，她不听，我们大吵一架，我提出了离婚。所以你就动了杀心？没有，我只想离婚，让她净身出户。可能是触碰了她的底线，她就和我的好弟弟陈明，一个从小就活在我影子里，靠我接济度日的废物，竟然早就和他搞在了一起。陈浩的拳头在桌子下握得咯吱作响。他们两个，一个图我的钱，一个嫉妒我的一切。他们一拍即合，买通了我的司机，想制造车祸，被我侥幸躲过。他们在我常喝的酒里下毒，被我家的保姆无意中发现。你说的这些，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我的司机和保姆都能给我作证。我实在气不过这对狗男女，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他们真以为我陈浩是傻子。于是我将计就计，我假装成我弟弟陈明，主动找到了柳如烟，提出了一个更完美的计划，由我亲手干掉我哥，然后伪装成意外，骗取那500万的保险。所以你把你弟弟干掉了？不对，你弟弟为什么还能活着？我没想杀他，我只是把他迷晕了，用了一种能散发出类似尸臭味的药物，目的就是让柳如烟相信我干掉了我自己。我只想拿到他们更多同谋的证据，让柳如烟这个毒妇乖乖签下离婚协议，滚出我的世界。没想到，陈浩摇了摇头，满眼讽刺。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了一个小偷。真相大白，最终双胞胎兄弟陈浩、陈明还有柳如烟均因触犯法律被严惩，而我林也因长期入室盗窃，数额较大，被判处有期徒刑。